咱们今天聊个话题啊，我觉得对每个用 AI 的人都特别重要，就是你用 AI 的方式到底是在花钱还是在存钱？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盘一盘，怎么才能让你跟 AI 的每一次互动都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能给你带来源源不断价值的数字资产。来，咱们先想一个问题，你摸着良心说啊，你收藏夹里存的那一大堆所谓的神级 prompt， 有几个是你真的用过超过3次的？我猜不多吧。是不是感觉每一次跟 AI 说话都像在带一个新来的实习生？你得一遍遍的重复你的指令，还得手把手的教，生怕他跑偏了。好，咱们再问个更扎心的问题，你回头想想，过去这一年你花在 AI 上的钱，那些烧掉的几百万几千万的 token， 它们到底变成了什么？是帮你盖起了一栋栋能收租的资产大楼呢，还是说只是帮你搬了一堆砖头，今天搬完，明天早上起来发现砖头又回到了原地，还得从头再来？如果你刚才听我问那2个问题，心里咯噔了一下，哪怕只有1秒钟的犹豫，那我就得告诉你个坏消息了，你呀，很可能已经掉进了一个我们叫做 AI 贫困陷阱的坑里了。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会用 AI 了，我牛了。但实际上呢，可能只是把手里的铁锹换成了一把电动的，搬砖是快了，可干的活还是一样的，本质上一点没变。这种用完就扔的玩法，它带不来任何复利，恰恰相反，它在给你悄悄的挖坑，积累一种全新的技术负债。哎，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想问了，到底什么是技术负债？什么又是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数字资产？我觉得啊，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这2个词的意思咱们得重新定义一下了。你看啊，这张图就特别直观，左边这一列就是典型的技术负债，说白了就是那些必须得你亲自动手，你一走开就停摆的工作。比方说你每天吭哧吭哧的手动挑图，或者没完没了的把内容复制粘贴到 ChatGPT 里去问。技能佛，我跟你说啊，你就算干上1万遍，技能再熟练，第2天早上起来，不好意思，一切归零，从头再来。再看右边，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数字资产。它是什么？它就像你亲手建好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你人就算去度假了，它也能在那儿7×24小时的替你干活，而且越跑越顺，价值越来越高。那从负债到资产，这中间的关键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这4个字，劳动力固化。这词儿听着有点玄乎，其实特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今天花的时间、费的脑子、一次性的努力，给它做成一个模具，固化下来，变成一个工具，一个系统。这么一来，你今天这一下午的辛苦，在未来就能被调用1万次，甚至100万次。比如说，你为某个任务写的一小段代码，或者你用自动化工具搭的一个流程，这才是你在 AI 时代能真正攥在手里的实实在在的个人资产。好，道理咱们都懂了，那具体怎么干才能从那个坑里爬出来，开始真正给自己存钱呢？开启路子其实特别清楚，就3步，我管它叫3化转型。哪3化呢？第一，自动化，目标就一个，干掉所有重复性的工作。第2，产品化，把你的专业能力从你大脑里拿出来，封装成一个产品，一个能独立干活的数字分身。第3，系统化，把前文那些独立的工具啊、分身啊全都连起来，组建成一个全自动的流水线工厂。咱们一步一步拆开讲。来，第1步，自动化。我先说句狠话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手动勤奋简直就是一种原罪。它是在用战术上的忙碌来掩盖你战略上的懒惰，所以你得给自己立个规矩，任何一个机械重复的动作，只要你做了超过3次，就必须停下来，想办法让它自动化。听明白了吗？你的目标不应该是研究怎么手动把表格处理得更快，而是应该花半天时间去学个小脚本，让电脑帮你处理。你花时间学的这点技能，买到的可不是一个工具那么简单，你买的是你未来大把大把的自由的时间。好，咱们接着说第2步，产品化。这一步的核心是一个思维上的大转变。听好了，停止按小时售卖你的时间，你得琢磨琢磨，怎么能把你的专业知识，你解决问题的独门秘籍，给它打包封装成一个数字产品。它可以是一个小工具，一个模板，或者一个自动化不解决方案。
你想想，一旦你的经验和能力能够脱离你这个肉身独立存在，那它就成了你的一个数字分身了，一个能24小时帮你赚钱，甚至在全球帮你实现认知套利的分身呢。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系统化。一旦你走到这一步，恭喜你，你的角色会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你不再是那个在生产线上满头大汗拧螺丝的工人了，你成了谁？你成了那个坐在中控室里喝着咖啡，看着屏幕上数据流动的总工程师。那总工程师具体干什么呢？说白了就2个字儿，连接。你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本身已经很强大的工具，比如说 GPT、Notion、Midjourney 这些，用自动化的工作流把它们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生产工厂。从这个时候开始，你的核心工作就变成了设计、维护和优化这条生产线，而不是亲自下场去干生产线上的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儿了。你想想看，当你完成了这自动化、产品化、系统化3步转型之后，一个最底层、最核心的思维转变其实已经悄悄发生了。你再跟 AI 互动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而是在给你个人的能力库仓里添砖加瓦，增加一件可以永久使用的库存。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真正的复利就是把即时消耗转化为永久库存。那些用完就扔的东西都是消耗品，而那些能沉淀下来反复调用的才是你的库存，你的资产。你想象一下，要是你每一次跟 AI 的成功合作，最后都能沉淀下来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流程，一个代码模块或者一个小工具，那你的能力就不是在一点点的线性增长了，而是在以分钟为单位进行指数级的扩张。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换一个视角，换一个脑子来看待你跟 AI 的每一次互动，别把它当成一次简单的对话，把它看成是一次投资决策。每次动手之前，都先问问自己，我这次投资它的回报率在哪儿？所以在你下一次输入完 prompt， 准备敲下回车键的那一刻，请务必先停1秒钟，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一下按下去，究竟是又花掉了一笔开销，还是在为我的未来存入了一项能产生复利的投资？希望今天咱们聊的这些能帮你迈出第一步，开始建立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数字资产库。咱们的下一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具体怎么操作才能逐步打造自己的数字资产库。记得关注我，不要走丢哦。